你是胸专的医师吗？报告委员，不是。你要凶一点，不要被制度绑架了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在医院最可怕的事是什么？如果说评鉴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？医院评鉴对于医院来讲是一件大事，4年一次的大评鉴。我们家在前一次是在105年评鉴，是我在进医务社工领域之前的事。照理来说，应该在109年会遇到我人生中在医院第一次的评鉴，因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3级警戒的关系，105年至109年度受评鉴医院之评鉴合格效期展延了2年，所以今年我们家是疫情后的第一波受到评鉴的单位。在医院评鉴很可怕，事前要准备很多的资料，基本上要保留4年以上的资料。展延后，所有的文件都不敢下库房，知道何时要评鉴的时候，开始清理不需要用到的资料。大家会很好奇，社福机构也有大大小小的评鉴，跟医院的评鉴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医院也有大大小小的评鉴和督考。先来说一说社福机构的评鉴。一般社福机构的单位要看类型跟性质，像我以前的单位早疗中心是属于3合1的单位，分别是通报、转介、个案管理与疗愈在一起，所以评鉴有地方县市政府的方案委托评鉴，也有中央的身心障碍机构评鉴，或者是早年儿童局的早疗机构评鉴。小型一点的有方案的督考或者是评鉴，像联劝有期中期末访查。为什么要评鉴呢？早年健保未开始之前，有许多的诊所、小医院专业品质不良，可能医师护理人员的数量不足，也有可能找了很多没有牌照的医护同仁，挂牌的问题也是很严重。健保上路之后，只要你想跟健保拿钱，就要依照健保的游戏规定来玩。健保把医疗单位由高到低分成为医学中心、区域医院、地区医院、诊所，在不同等级中有不同的要求。健保制度中的分级跟品管，就是为了要去除一些不良的医事单位。只要你的品质不良，就会被降级降等，最后会因为你收支没有办法平衡而关门。不过现在应该是不会关门啦，但是会被卖掉，或者是委托经营，变成大型医院的卫星医院。在社政通常县市政府的评鉴，有时有联合稽查、消防公务及业务单位一起。通常社福机构都要准备一大笔钱，在事后的时候进行改善，而且是每一次都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挑，有改不完的硬体问题。社福单位的评鉴中有一个好处，是在评鉴的某一个等级可以不用每次评鉴，可以休息一次。社福机构的评鉴最痛苦的是社工要补记录，最怕抽查到没有补完的记录，被
被列为缺失，是社工员的噩梦。在社福机构评鉴成绩不好，可是不好玩的一件事，严重的话会被政府接管，重组董事会，也有可能会关门大吉，财产充公。如果评鉴吃了大饼，可能要吃自己，政府会停补助或减少补助。在北部某县市，曾经因为某一家护理之家的评鉴丙等，该护理之家某市的公费安置个案全数被移除，社工就要疯狂的找床位来安置个案。当时要找床位真的是很圈叉，但是为了住民的安全，市府付钱应该得到妥善应有品质的照顾，这是负责任的做法。通常社福机构只要够大，跟主管机关关系良好，基本上评鉴不会太难看。而且通常社福机构的硬体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所以都在看文字资料比较多。这是在医院评鉴跟社福机构评鉴最大的不同。所以一致的地方是政府筛检组织的一个方式，主要在紧缩事业单位的营根，最终的目的是把不好的机构组织踢出市场，关门大吉，无法立足。这就是大家为什么那么害怕紧张的地方。在今年评鉴之前，因为我们换了大老板，所以把过去的文书纸本作业改为电脑系统的 KMS， 透过资料间的互相连接，减少了砍数，是很不错的做法。平日的准备落实工作的进度，评鉴的时候就不用挑灯夜战。不过今年没有看文书资料，简报完了立马实地访查，进行 PFM 查证。什么是 PFM 查证呢？是以病人为焦点的评鉴方法，藉由对照照护、治疗、服务过程的直接观察与反复的查证，引导评鉴委员及医院逐日递减对非必要书面文件的准备，透过与医护人员的交谈、病人家属的访谈及委员本身的观察，更深入的了解病人实际得到的照顾、认知和感受。所以2天的评鉴，应该说是1天半的评鉴。有1天，所有的人在医院各个楼层狂奔。我们家是区域教学医院，区域跟教学同时分开评鉴。区域医院评鉴有4位委员，最主要的是护理跟医师为主，分为医疗组跟经营组，每一个组又分为 A 组跟 B 组，上至病房，下至公务的机房。有一组看到检验科的时候，立即要求检验科断电，委员要看在断电下检验科的应变能力。在病房的时候问电击器的保固期是多久。医疗机构是很多单位、很多专业的工作，所以在验证的时候，团队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医疗组的委员有一组走的是急诊的路径，第一站到了急诊，在急诊室问你们社工在急诊怎样值班？社工是不可能24小时都在医院。如果社工不在的时候遇到家暴性侵，请问你们的医师、护理师怎样处理？如何避免2次伤害？我们被叫下去回复委员的问题，告知本院有教育训练规定，护理人员应每年上多少小时的课程，
单位的医师、护理师参与率有多少，并且委员会查看相关的佐证资料。通常陪伴的陪评人员很多，但是要小心，因为大家会想要帮忙回答，极有可能洞会越补越大。每个人对于 SOP 的了解不同，说出来的答案正好是被委员抓包的地方。通常主打的是主管，就考验主管是否对于单位自己的业务、全院的相关业务熟不熟悉，如何团队合作，这是一个大重点。同样的一件事也发生在评鉴的前一天，紧急医疗网的评鉴中，加护病房的团队是如何运作，药师、营养师、呼吸治疗师、社工师如何共同的合作，直接调病例出来看。最好笑的一件事，紧急医疗网的委员问某位医师说：“你是胸专的医师吗？”医师说：“报告委员，不是。”委员说：“你要凶一点，不要被制度绑架了。”在过去很多医院的评鉴被整得很惨。过去我有听说过3更半夜委员跑来医院查看护理师工作的情形，在路上丢一个安妮，看医院如何应变。最惨的是，已经到了检讨会议的时候，我还有听说某一家医学中心，结果还来了一个大量伤患和电梯口有3个安妮演习。这一些不论是过去真的或假的评鉴故事，至少这一次在我们家以病人为焦点的评鉴中，没有这些鬼事，没有看如何急救，也没有夜间突袭，能以病人的角度去思考病人的需要。这样的验证怎么感觉很社工化的样子？我们终于解脱了。其他医疗院所的朋友们，大家请加油！希望我们的努力是建构在我们的专业上，而不是在不必要的文书、作业和砍树作业上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